迎来到心灵作为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要跟各位介绍我从第31届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买回来的一个迷走神经刺激器。这一款的话呢，叫做 GammaCore。那我没有要帮他代言，在台湾很多的神经内科的医师专门治疗头痛的都知道 GammaCore， 但是呢，因为台湾迟迟没有进口，所以呢，这些医师没有 GammaCore 可以用。那刚好这一次我在展览现场看到，就自己买一组回来玩。那它的适应症啊，被 FDA 核可的是治疗 cluster headache 丛集性头痛，还有 migraine 偏头痛这两个。那我们介绍一下丛集性头痛呢，就是爆炸性的头痛、自杀性的头痛啊，就是痛到会想要自杀那一种。然后它是突发性的、猛爆性的这样，然后它会躁动不安走来走去，大概会持续个15分钟到3个小时都有可能。那 migraine 的话呢，跟 cluster headache 一样它都是发生在单边，而且常常都是固定同一边，但差别在于 migraine 偏头痛它是比较慢的、比较缓慢的、持续的更久的，然后它不会躁动走来走去，它会想要安安静静的，你们都不要吵我，都 leave me alone， 然后让我安安静静的待一下，这样可容忍，但是就是整天都不舒服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呢，因为它的适应症就是专门治疗头痛嘛，它的使用方法是这样子，我们先把这个凝胶啊，就是呢涂在你的脖子这里，先挤一些出来，然后涂在脖子这里，这里有按钮，你再启动你的这个 GammaCore， 然后把它对到你，大概就是在你的这个颈动脉这附近啊，你可以摸到脉搏的这附近，然后你要去调一下位置，然后调一下强度，可以增加强度，然后调一下位置，然后到你的这个嘴角微微有一点抽动，这样要刺激到够强，让你的嘴角微微有点抽动，这样才是对的。那就这样子慢慢这样子使用。好，然后他说最多呢一天用个30次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当然没有人真的用到次数这么多。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就是说呢 GammaCore 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器，它其实在英国啊，在2019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他们的常规性的使用，就是对于头痛常规性的使用，特别是对于 cluster headache。因为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由他们的英国国家和护理健康的研究所啊 NICE 已经直接发表了他们对于 GammaCore 的一个研究报道。他们认为呢，常规性的使用的话呢，可以减少医疗成本，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有效可以让你呢得到比较好的照顾，让你不会花更多的钱，然后并持续的更久，然后找更多的医疗方法来介入。可是他也讲不是100%的人都有效，如果你用了3个月还没有效的话，也就不用再用了。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在英国呢，这个 GammaCore 现在都是已经在被使用的了。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器，我现在讲的这一款是非侵入性的嘛，一开始的时候是侵入性的，就直接呢开刀植入你的颈部，或者是呢开刀植入你的胃因为这些也都是迷走神经在管的。那后来就发展了耳廓式的挂在这个耳壳上面，那现在又发展了这种手持式的，因为耳壳式的它只能够刺激到1%的这个颈部迷走神经纤维，但是手持式的这个可以刺激到100%的颈部的迷走神经纤维，所以呢，它刺激之后啊，放射到你的头部啊，一个叫孤立核的地方。孤立核我们叫 NTS， 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你的心血管，就是你的心脏跟血管投射到你的大脑之后的终点站。也就是说呢，它刺激到你的孤立核之后呢，可以呢借由这样子呢去影响到你的全身的心血管的平衡跟稳定，就是又反向输出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用迷走神经刺激器啊可以改善这个头痛的这个效果。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治疗头痛的方法，叫做星状神经节阻断术。它呢是呢直接在这个颈部的星状神经节这里直接打局部麻醉进去，这个要疼痛科医师才能够做。麻醉打进去之后，它是去抑制掉你的交感神经，然后呢交感神经被抑制掉之后呢，强化了副交感，所以一样是用强化副交感的方法呢去改善你的头痛。那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这是一对嘛，两个合起来叫自律神经。那副交感神经最大的大当家的就是迷走神经，因为迷走神经是我们12对脑神经里面的第10对，而且它是最长的脑神经，它直接从脑部就走到了我们的胸腔，然后走到了我们的腹部，它的路径非常的长，然后它管了你胸腔里面所有的器官，管了你腹腔里面所有的器官，全部都跟它息息相关，包括你的心悸，包括你的胃痛，全部都跟你的迷走神经有关。
因此我们说啊，常常身心症呢就跟自律神经失调蛮相关的哦，不焦虑、恐慌、心悸、潮热、盗汗、暴食、忧郁，甚至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啊、肝癣，某些时候会恶化特别厉害，某些时候又好像呢都消退缓解，这样我们也认为呢，连自体免疫疾病都可以是一种身心症，甚至连癌症都可以是一种身心症。那身心症呢，不见得你的器官一定要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当然癌症就真的是有病了嘛。但是你说头痛，你去做核磁共振，你的脑没有问题；你去做血管摄影，你的血管没有问题。你未必见得你真的有什么动静脉畸形，有什么血管瘤都没有，但是你就是常常在头痛，这一种我们称之为身心症。那它就呢跟自律神经有很大的相关，因此呢，科学家们就开始用迷走神经的方法呢来处理身心症。那哈佛呢也开有这种所谓的 Mind Body Medicine 这样的课哦，有一个 Dr. Herbert Benson， 他在网络上你可以查得到，他专门开身心医学的课，去帮助你调节、处理你的身心症。也就是呢，即便是哈佛的医学院，他们都承认药物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治疗你的疾病的，因为这种身心症呢，它不是只有身体的问题而已，它是有关于你情绪的问题很大。那甚至还有人说身心症是一种业障病啊，它还呢不是你这一辈子的情绪问题而已，可能是你前世的情绪的创伤呢，这一辈子才发出来，所以又被称之为是业障病，就是呢药食亡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止痛药吃下去之后，头痛一定会改善吗？不一定哦，可能稍微缓解一点点，但是还是非常的不舒服哦，就是也没有办法用传统的医疗就来治疗，才会需要所谓的身心治疗嘛。那么身心症既然跟迷走神经有这么大的关系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迷走神经它究竟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善你的身心症。首先呢，我们发现到在1994年的时候，有个 Dr. Stephen Porges 啊，他发展了所谓的多重迷走神经理论。他说啊，我们透过这个迷走神经的刺激，可以去调节你的社会互动功能。社会互动功能就是包括你跟人的沟通，包括你自己的学习能力，包括你能不能够在社群里面呢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所以它这个多重迷走神经理论啊，开发出来一个叫做 Safe and Sound Protocol， 就是听音训练。它用一整套呢特殊的一个系统的音乐来让你听，然后先训练你的听觉，改善你听觉的接收能力之后呢，进而改善了你的理解力，然后改善了你的理解力之后呢，就可以改善你的学习力，改善你的学习力之后呢，又可以改善你的沟通力。它就用来治疗自闭啊、过动啊，还有像是阅读障碍啊这些读写障碍这些，它用来治疗这些人，大人小孩都可以。除了这些，现在啊也发现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心脏科协会的期刊就发表了，他们认为呢，透过迷走神经的刺激，可以去改善你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机转的话，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慢性发炎是万病之母嘛，不管是肥胖也是根源是慢性发炎，代谢症候群也是来自慢性发炎，胰岛素阻抗糖尿病也是来自慢性发炎，甚至连癌症都是来自慢性发炎。那迷走神经被刺激之后啊，可以改善慢性发炎。我们发现呢，迷走神经它就是在管发炎或是不发炎的，那么它就可以呢促进呢抗发炎的作用，然后抑制掉发炎因子，然后它又可以去调节你的白血球的嗜中性球，然后让你的嗜中性球呢不要引起那么严重的发炎。那既然呢迷走神经的刺激可以改善发炎的话，它是不是就可以来改善你的代谢，改善你的胰岛素，然后改善你的心血管疾病？这就是我们看到迷走神经这样的功能。再来的话呢，又有新的发表呢，说迷走神经的刺激可以改善中风后脑部的这个栓塞的症状，就是你的脑部缺血性中风之后有脑梗塞，坏死掉一小块，然后如果我们用迷走神经刺激的话呢，它可以让梗塞的范围缩小，让你的脑血流呢改善比较好一点，然后呢让它呢新生的更好一点。所以呢美国也把迷走神经刺激器跟复健结合在一起用我们是用在复健的阶段。那急性中风的时候，如果你要急着去用这个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器把它放进去的话，他就觉得不建议了但是现在美国 FDA 已经核可
可以把非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器用在缺血性中风哦，就是说这个他已经承认它的功效了，就是呢迷走神经的刺激可以去改善慢性发炎，然后改善这个血流的灌注，然后去改善神经细胞的功能，然后减少受损害的部分啊。因此呢，它被核可以用在缺血性中风这个地方。那今天跟各位介绍到的迷走神经刺激器啊，它有 T-VNS、I-VNS 以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非侵入性的 N-VNS， 这些全部都是迷走神经刺激器。所以呢，也给各位呢再打开一下眼界，知道呢其实迷走神经在你的身体里面是这么的重要哦。那事实上啊，我们还有更天然的迷走神经的刺激方法，就是包括静坐、瑜伽、冥想、打太极拳、练习呼吸，就是吐纳，这些都是在调节你的迷走神经。那当然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做打坐这些事情，或是练瑜伽这些事情，所以科学家们当然就发展出来了迷走神经刺激器嘛。不管你是在练习外单功，还是太极拳啊，还是练瑜伽，还是练呼吸、练吐纳、练打坐啊，其实全部都是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那如果可以用天然的方法来刺激迷走神经，就达到效果，当然是最好，就可以帮助你抗焦虑啊，调节你的自律神经啊，改善你的中风后的症状啊，甚至可以预防你的心血管疾病啊，最重要的还可以治疗头痛啊。如果可以用天然的方法，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科学家们也帮你们发展出了直接用仪器来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以便能够调节跟改善你的这个身心症。所以永远不要绝望，新的医学一直在发展。谢谢各位。